比特币还会下跌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之前以太坊的这张多单，我依然持有着。不过现在呢，我们的利润已经巨额的回撤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上一支影片，或者说上次直播的时候呢，也都有着80多万的未结盈亏，但现在未结盈亏只剩下30多万台币了，已经缩小了非常多了。因为比特币最近的这波暴跌，那你可以看到呢，其实灾情最惨重的是山寨币，山寨币的跌幅你可以看到哦，我们未结盈亏原本都有将近1万美金，现在只剩下2000美金了。然后包括 Solana 还有 Avalanche 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下跌，那我们的利润呢是巨额的回撤。那亏最多的就是以太坊，因为以太坊的这张多单呢，它是突破的时候追的多哦，并不是我们在底部就持有的，所以其实在2400多美金开出来的价位呢，也算是很高了，因为现在也已经有200多美金的浮亏了。好，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了。那 BitGet 你只要 KYC 就可以拿到15美金的现金，一样是现金。我们来看到美股吧，我们先看一下美股。为什么要从美股先看起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1-2年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呢，美股跟比特币的相关性已经越来越高了，真的有越来越高。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啊，基本上呢，比特币跟美股它就会越来越贴近啊，贴近到基本上就会慢慢走成是一致的。那其实在这个消息之前呢，肯定会有这个风声出来，或者说有慢慢在凑合这件事情。那机构在操盘，它肯定是知道的。其实我们可以观察美股呢，它在最高点的时候在上次最高点的时候呢，比如说在2021年的12月27号，2021年的12月27号。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最高点在2021年的11月8号，所以其实大概差了2个月。但是呢，美股跟比特币他们同时基本上最高点都同时发生，然后也都经历了一年的熊市这都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往1-2年当中，如果你在市场上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美股跟比特币的相关性是非常之高的，或者是说越来越高，比之前要来的高很多。那我们再看一下现在呢，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了，那美股跟比特币应该要越来越贴近，直到最后呢，应该要是完全一致的才对。那现在呢，市场上就会排除一些比特币跟美股之间的差异，因为比特币呢，其实跟美股市场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比特币之前就有灰度这个大机构，那现在美股有 ETF 之后呢，灰度它这些比特币就会慢慢被赎回，那它有可能这个份额就会被慢慢的缩小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相信传统这些金融巨鳄的。好，所以呢，我相信只要美股跟比特币它们之间的差异呢慢慢被排除，比如说灰度之后呢，那比特币它的走势就会回归美股。那其实美股呢现在在毫无疑问的多头走势当中，而且美股呢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是几十年因为美股自从1战2战过后就是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过去的这几十年来，其实美股它都在疯狂的牛市当中。你可以去回看一下美股，它从很早之前的几百点涨到现在几千点，注意这个可是大盘那现在美股呢，它又突破了前高，突破前高之后，这肯定是在毫无疑问很强势的多头走势当中，而且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没有任何要产生什么巨幅回调的迹象。所以呢，其实比特币只要能排除灰度这个差异之后呢，我相信比特币它的价格会慢慢贴近美股的。那我们再回看到比特币它当前的回调吧，它当前的调整，其实这个调整呢，我们可以一样用斐波那契来去解读它。我们之前有谈到过，我们预期的目标价位大概在382，那382大概在4万或者说4万往下一点点的地方。那很明显382是没有被撑住的。那如果我们要再往下看呢，就要看到 0.5 左右的这个位置了，可能在36000、37000的地方会是我们下一个目标价位，大概在 0.5。那如果说要到 0.618， 也就是到34000左右的话，我认为这就不太可能了。那即使到了的话，我也认为这波多头呢往后它的走势只会非常的弱，或者说会显得很弱，或者说讲直白点就是会不值得我们去上车。那回到618，我自己是就会对这波多头就会非常失望。那我自己是很希望它可以在 0.5 就可以撑住。那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而且我们从周线的这么大级别，
来拉斐波那契，回调到618，这绝对是非常不利的信号。那我是非常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的。好，我们再看一下日线。从日线上呢，我们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止跌了没？因为我们现在呢，在一波从49000到39000的下跌过程哦，我相信大家都没有想到，原来我们从49000到39000只需要花这么短的时间。那现在呢，止不止跌，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止跌呢，到可能出现多头走势，它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们要出现多头走势，必须要先止跌，然后要调整，要盘整，盘整之后才有机会开启多头走势。那现在其实说做多，讨论做多这件事情，其实都真的还早，都太早了。我们先看到止跌的信号再说。那现在有没有止跌信号呢？我们必须先解读一下目前出现的这2根 K 线，比如说这根 K 线。它在下跌过后呢，它收了一根十字星，但是它是有量能的十字星就表示绝对有人在这个地方接盘的，绝对有人在这里提供了支撑，是有点需求的。然后这根 K 线呢也扮演着一样的角色，我们也可以针对这根 K 线呢做出一样的解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很具体的例子，出现什么情况我会认为是止跌了呢？那首先我们先观察到这里的行情盘面如果出现这种信号的话，我就认为是止跌了，就是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呢，出现了爆量的阳线，然后把盘面给顶回去。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止跌的，而且你可以发现呢，我们阳线的量能是比阴线的量能要来的大的许多的，那这肯定就是止跌了，这绝对没问题。虽然说呢，我们没有经历过有时间的调整，但我们此处量能够大，所以它也可以把盘面逆转止跌之后然后逆转。那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平和的例子像在这个地方。我们当时回调的时候呢，下跌过后出现的这2根 K 线，我也会认为它是止跌的信号。这2根 K 线，你看一下，这根 K 线就7%了，后面这根呢，3点多%，所以总和可能是10%多的上涨。7%是什么概念呢？7%就是现在是4万左右嘛，4万的7%就是将近$3000等于说直接反弹$3000，直接从4万直接反弹到4万3，哇，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涨幅而且它是带有一定量能的。如果说没有量能的话，那它就绝对算不上是止跌，或者是呢，我们出现了这种很长的下影线。但目前看起来呢，这种下影线是不太会出现的，因为其实灰度机构它不太会出现这种散户式的这种恐慌，而且呢，机构它肯定也希望把货卖在好的价位，它不会用到货的方式，然后让它的价位完全被盘口完全被打穿。那其实这种插针呢，它其实就是把我们后面的这种 K 线给组合在一起如果说我们把这5根 K 线组合画成一根 K 线的话，你会得到跟这根 K 线很相同的 K 线，也就是长长的下影线所以其实这2者呢，它也是非常类似的只是时间花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可以再回到目前的盘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4万破了没？4万那肯定是破了，我们昨天最低都触及到38600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可能在什么位置找到支撑止跌呢？目前来看呢，大概是这2个点位，或者说这个区间之内是比较有可能的，大约在38000一直到35500之间，这$2500的距离，可能在这个位置止跌，最可能在这个位置止跌。那如果说连这里都没有止跌，我们又探到更下面，比如说34000、33000的位置，那我认为这波多头趋势就真的是完全告吹了，就确实就是真的是完全结束了，完全完蛋了，不值得我们再对它有任何的想象所以这点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好，那我们为什么敢说4万它确实是被跌破了呢？就是因为你可以观察我们原本把大概在4万的位置呢作为支撑，甚至我们在触碰到支撑之后呢，都有一定的反弹但是现在呢，原本的支撑已经变成阻力了，而且我们上不去了，所以我们绝对是跌破了。虽然说我们在跌破的时候，它没有一瞬间就打出很长的距离，但是呢，它也是出现了量能，而且有打出一定的深度的。你可以看，我们从4万出头，然后一直到38000出头，所以其实也下跌了至少是$1500的距离。好，那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止跌，我们在操作上，如果你有空单的话，真的还可以拿一拿，至少先看到38000。那如果想做多的朋友呢，可以再等一等，因为现在连止跌的信号都还没有发生，更遑论多头走势了。
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呢，在这波下跌当中很惨，很惨，比比特币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可以观察我们以太坊在这2天的下跌呢，它的跌幅都要比比特币要来的多很多。那我相信最核心的理由就是因为比特币现货 ETF 呢，它的资金它只能涌入到比特币里面，它不会从比特币呢溢出到以太坊，溢出到山寨币。所以我相信我们过往包括比特币、还有以太坊、还有山寨币的关系呢，或者说上涨轮动的周期呢，都会因为比特币现货 ETF 而被改变，很彻底的改变。因为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呢，它只能到比特币，它不会到以太坊还有山寨币。那原本在加密货币市场的这些投资者呢，他也不会因为新的市场环境的改变呢，或者说上涨，然后就把放在比特币的资金去分配更多到以太坊，或者说到山寨币身上。所以以太坊它是没有办法分配到，没有办法获得传统金融市场 ETF 所带给它的资金的。那它下跌的时候肯定就会比比特币要更没有支撑，要更无力一点。那现在呢，也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支撑位了，大概在$2170左右。那如果连这里都被跌破的话，我就认为以太坊它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妙了。所以这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